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伊朗在川普狂轰猛炸之下，现在内部到底是怎么样，仍是一场谜。不过，今天伊朗的《国际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他说，现在伊朗的内部，他们掌控最大权力的伊朗革命卫队快要接近崩溃了。伊朗的革命卫队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他没有物资，他吃不饱，甚至你现在所有人，我管你有没有吃饱，你只要让武器、让飞弹能够飞起来就好，其他你的生活跟死活都不关我的事情。所以现在在内部已经有逃兵出来了，甚至你现在要到前线或者是到你的后勤去招兵，根本没有人来。另外，他在里面更爆料了一个事情，是全世界都吓到。他说，现在伊朗的第2支部队是他的政府军，就是他的正规军，现在非常不满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跟一个靶子一样，在前线任人屠杀。你能够想到，这一些人一人只配发20发的子弹在身上，甚至你受了伤，你还不能去革命卫队的医院看病。所以现在政府军不满革命卫队的氛围已经起来了，而这一些刚好就是川普想要的。你看到这一篇报道跟川普最近的所作所为，你就懂川普的谋算是要干嘛。为什么川普在这么密集的轰炸、这么精准的轰炸之后，他完全只针对革命卫队，完全没有打到政府军？他只说，我未来要不要打，我再想想。但这就是川普他想要的，他想借由这种内部的分化、内部的矛盾，再搞下去，伊朗的内战真的要开打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体育主播张志平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钟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伊朗国际报今天报一个事情，第一个，他的革命卫队快断炊了，吃不饱了，有逃兵了。再是什么？伊朗的正规军现在非常不满革命卫队，你所有资源你全部都拿走，把我当成战场的靶子一样。你说这就是川普想要的，两人斗到最后打完内战，美国再来收割就好了。没错，目前为止来说哈，美伊战争进行到这个，川普已经对外说明，他有可能会派地面部队进去，也有可能不会。他说如果真的要派的话，我会毫不迟疑的派。不过目前为止似乎不需要。那为什么不需要呢？事实上，美国在盘算一件事，盘算就是说让伊朗内部呢自己先内乱起来。那为什么内乱起来？他到底怎么盘算？我跟你讲。伊朗主要有2支部队，一个叫伊斯兰革命卫队，另外一个叫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共和国部队就听命于他们政府，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总统嘛。对。但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听于最高领袖，就你过去是哈米尼嘛，现在是哈米尼的儿子嘛。所以其实2个人呢，最高的领袖听命的是不一样的。那过去呢，哈米尼的权威够，所以他也可以命令这个共和国的这个部队。但问题是，现在他的儿子权威不够啊。权威不够做，这2股力量就目前为止来说，就各自为政。但不止各自为政，为什么？因为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军队呢，他们的装备什么都比你差。那革命卫队什么都比较好。我们曾经说过，革命卫队还是伊朗最大的油库，什么都他掌握，所有钱都在你的手上。对，那你好，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有这个共和国部队，就是政府军有人受伤。他说：“那我要去革命卫队的医院。”革命卫队说：“不行。”这样，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两个军队原本就有心结，对，现在越来越深的心结。所以这一次呢，你看川普呢在打这个所谓伊朗的时候，他也很刻意。他就一直轰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据点，我知道革命卫队的总部啦、大楼，我全部都轰，而且专打他的领导人，专打他什么指挥官，对，我管你第1层、第2层、第3层，我就把你革命卫队给毁了。对，我就不断的毁，那我就尽量避开这个所谓共和国部队这个部分哈。意思是什么？他希望共和国部队能够起兵嘛，推翻目前为止革命卫队的这个状况。所以显然他就是要挑动他们2个之间的这个心结。另外一个部分来说话，我说真的，目前为止来说，革命卫队因为显然打不过美国嘛，所以他们现在也非常多逃兵啊，很多人在跑掉，所以军纪也非常这个低迷。所以现在川普的做法是说，我继续围困你来说话，搞不好让你们2个内部呢出现这个嫌隙，打起来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嘛。那我们刚才不是就说吗？他们现在的主方目标都在打击革命卫队嘛。你看最新的消息，以色列不是就空袭吗？那空袭了什么？他空袭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伊朗的高官叫拉里贾尼。那他是谁呢？他其实是革命卫队
里面的人物嘛，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杀了就是革命卫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高官，所以就事实上他们就是不断的斩杀这些相关的人士。他是专门往他那个据点，往他的人来打。当今天伊朗的革命卫队示威的时候，是政府军就要回来了。对，当你政府军回来的时候，我根本美军不用派地面部队过去。对，当你推翻之后，你只要我们两个交好，我都不要打你了。对，你就听我话。伊朗就拿下了吗？对，没错，我们就跟他讲嘛。目前为止来说，你看这是国际的专题，他说什么，在这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个执法跟安全问题部队中间，辞职的或离开的这个状况正在扩大。也就是说，你看目前为止来说话，因为什么？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的人士来说，你看他们就说没有相关的这个补给啊，他们就说飞弹部队来说，照理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应该是最好的这个最好的东西，结果没想到。他说通讯产品已经故障，对，还有食品，还有其他基本的物资短缺的这个情形，根本没有饭吃了。对，他就说，如果他因为到现在这个局面来说，你应该优先考量维持，他说优先考量是维持这个飞弹系统运作的零组件，对，然后不是给人提供哦。应该照理说，现在这个状况，你应该先给人提供额外的零食品配给或者个人装备，没有，他现在还是维持飞弹的这个装备。那你看，很多军人当然会军纪不好嘛。他说不对啊，你怎么会用这样的这个状况呢？我吃都没办法吃饱，你只在乎的是你飞弹可不可以发？是，难怪这么多人都要跑了。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人力短缺，的时候，他们革命卫队就要动员说赶快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革命卫队啊，就没想到很多被征召服役的人并没有前往军事基地报到，那很多人还跑掉了。那尤其他是说，仅在一个这个部队的这个基地，就有350人擅离职守。那有报道说，在某些部队里面，逃兵或是士兵缺勤率甚至高达90%左右。90%这么高？对。这人都跑光了，对，所以革命卫队怎么做？他就征召一些退休人员，弥补人员短缺，然后甚至还鼓励囚犯跟安全部队合作。所以就知道说，事实上出现跟我们之前不是俄罗斯可能部队不足的时候，他不是也让囚犯出来打仗，一模一样的状况。所以显然呢，目前为止来说，革命卫队的士气其实相当的低迷。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就讲。革命卫队跟共和军里面之间有不同的心结。你看这个知情人士说什么？因为伊朗军队面临到非常严重的物资短缺，对，那物资短缺来说的话，逃兵越来越多，还有所以正规军跟我们刚才讲的国防军跟革命卫队的摩擦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是什么？因为正规军目前为止很多人受伤嘛，那受伤的时候他们就前往伊朗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拥有的这个医疗设施去就医嘛，但没想到他又拒绝啊，他说你不能够来啊。就这样一个状况啊，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我救护车跟血液有短缺。对啊，那我的命就不是命，我的血就不是血，是你的血才比较珍贵。对，没错，然后就加剧了这样的话，你看正规军当然不满意嘛，这个国防军就说你这样是干什么？所以两个之间长期存在的这个紧张关系又开始被往上升嘛，对。另外一个是因为前线物资短缺嘛，我们知道是目前为止来说很多子弹不足的一个状况嘛，后勤的条件越来越糟。他说有些部队正规军的这个士兵只配发20发子弹哦。20发子弹，然后很多部队几乎没有能力对付潜在的这个攻击啊。那甚至还有说，很多作战的这个野战部队在缺乏可靠饮用水或者充足食物供给的话，还要展开行动啊。所以就是说，前线的正规军是没有任何东西，对，革命卫队是肥滋滋，但是正规军没有东西。那如果你去医院里面来说哈，正规军没有医院，但是革命队有医院，他不给你用，所以让他事实上这两个军队，当然在这个时候紧张关系会越来越高嘛。而且钟哥里面有提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这个20发的这个子弹在上面，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一边要去打仗，你怎么只给人家20发子弹？我们刚刚讲喽。其实伊朗的革命卫队也时时提防着正规军。当然，我今天弹药给你太多，当我今天我做小你做大的时候，你会吃掉我的。他一边要作战，他一边要把正规军给压住的。对，没错。目前两军之间有心结，的话，当然他也会防止说，你搞不好会攻击我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就跟你讲嘛，现在美军在打劫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打这个正规军的一个状况。你看，美国的 CSIS 里面就有人说，他说代表伊朗有这个川普有意要保留这支部队，就是正规军没有被攻击，然后用来制衡革命卫队。攻击伊朗正规军的风险在于说，有些人期待他们能够发动政变，推翻革命卫队，建立新政府。所以等于是说，他的期待是说，你这个所谓伊朗的正规军能够发动攻击、政变，推翻现在的这个神学政权嘛？这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保证嘛。所以川普的希望嘛。所以你看，
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卫星显示，3月3号的时候，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革命卫队 IRGC 的总部就遭到美国跟以色列空袭嘛，总部就完全被攻击完蛋的一个状况嘛。好，那甚至什么，我们就讲这次之前不是伊朗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议活动吗？抗议活动的时候，你知道吗？事实上正规军就没有去动员，事实上去枪杀很多民众的是革命卫队。所以显见啊，你看正规军似乎是怎样？有人就说他是不是同情这些所谓的抗议人士嘛？所以呢，当然他就说啊，我们没有，我们是因为这个我们要换防，我们要准备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所以没有去。所以你可见两支军队里面来说，对民众甚至对未来的这个状况来说，其实都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想法。所以当时第一时间伊朗大暴动的时候，那个暴动就是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然后美国才过来去把伊朗给端掉。而这个大暴动里面，正规军什么事都不太想管，而伊朗的革命卫队有没有看在眼里？有啊，当然有看在眼里。所以你今天不来帮我的话，好，今天战事开打，难怪只给你20发，对，你会随时会咬我的。所以我就说，现在两个军队里面来说的话，新杰是出现了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我们就对比嘛，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所谓的 IRCG， 然后另外一个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和军，就是他们的正规军。你看两个比起来的话，事实上你看人事规模的话，共和国就是正规军比革命卫队还要多，对，这个大概是4比1左右。然后它的资源呢，大概是7比3，就是说明明你人比较少，人多没有用，资源才是一切，对，都被你掌握了。我就讲。革命卫队来说的话，目前为止来说，它就是这个革命卫队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的相关的这个海陆空军，还有掌握伊朗的战略导弹，就是飞弹系统，对，还有航天力量，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哈。战略系统就是包括说他们的长程火箭这些都被他掌握住了哈。那革命卫队享有经济还有政治的特权，涉足国防、制药啦、电讯啊，还有石油等工业，掌网多个这个边境的这个通道，控制国家出入口，又在国外有数百间贸易公司，可谓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帝国。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两个不一样的卫队？我们必须从以前说起。赵伟，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在伊斯兰1979年革命之前，就是说神学士政权之前，事实上伊朗的这个军队来说的话，他们是所谓的王权，巴勒维王权。那巴勒维王朝的时候呢，你知道，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都说伊朗跟以色列是世仇了，没有。在王权时代，在这个巴勒维时代，以色列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朗两个国家是交好的很，他们两个都是美国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伙伴。对，所以呢，伊朗当时的时候呢，他是美国头号的中东伙伴，所以他就当时伊朗的建军一大堆都是用美国的所有的东西啊，那什么F14的这个装备啦，然后这个 AIM 的这个54的这个装备，当时的在巴勒维时代 F4的飞机呢，我们不是说这个目前为止伊朗不是还有 F4的飞机吗 ？F5啦 ，AH-1H 的这个所谓 Cobra 的直升机啦哈。M60的坦克车、后可防空，当时全部都是美国的装备啊！而且刚刚你讲的 F14哦，是当时美国唯一出口国是伊朗，等于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战机，对，我给你伊朗，是没错，多么信任你。对，没错。那你看当时还有什么？不只是给你所谓的武装哈，他有美军顾问来到那个地方。你像1970年有数千名的美军顾问在伊朗，对，然后军官在美国受训，然后指挥体系跟美国完全一样。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双支柱，他就说以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作为中东的这个战略支柱，用来控制波斯湾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他以前是铁杆呐，所以以铁杆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共和国部的就是国防军，主要就是以前它有美式的体系，所以那些共和军、那些政府军单位都是美国人手把手教。是没错，你用我的武器不是写波斯文哦，是英文的，对，你都要会，你都要学。等于是说你的作战方法、你的想法、指挥通勤系统，过去全部都是美国。对，所以美国说那怎么办？何美尼革命之后，他当然不要巴勒维那一套嘛，所以他就慢慢的转向什么？把以前过去的美式装备转到俄罗斯跟转到中国的装备的时候，所以他就必须要清洗过去的共和国部队嘛。那太惨了，对，全部都拔关，当然全部都 fire， 全部杀掉。那因为我不信任共和国部队，所以我要成立一个什么？对，革命卫队嘛。对，革命卫队就属于我自己嘛。虽然说这个共和国部队是说，也会听命于我，但是我毕竟不信任他们，他们是受过美军的训练，所以我就一个一个拔掉，所以才会形成说，为什么国防军明明是这个国家的国防军，为什么力量那么小？为什么革命卫队那么强？因为革命卫队是直接隶属在最高领袖何美尼嘛，他可以进行一些所谓宗教的东西嘛，对，这样他才可以掌握他的政权嘛，所以就变成是那何美尼挂掉之后，当然就交接给哈米尼嘛，对，所以哈米尼就把这个扩大。
扩大了更大之后，所以为什么革命卫队会压过正规军的这个国防军就在这边嘛？那么就讲，现在川普的盘算就是这样嘛，他希望说，我把这个革命卫队的力量不断的削弱之后呢，让政府军的力量能够盖过这个盖过革命卫队的时候，或许这个文人政府就可以推翻神爵士，也不一定。这是美国的盘算，不过到底能不能达成，我们不知道，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慢慢的看后续的发展。瑞哥，川普真的是机关算尽。我们刚刚讲。他知道他要轰哪里，他知道要派谁进去，他知道怎么样才能得到美国最大的利益。尤其什么？他现在是轰，除了一些人，除了轰军事据点、轰飞弹车之外，他现在连警察局都轰。为什么要轰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当今天伊朗人民要上街头的时候，这些警察、这些种完全都没有用了吗？那么最近的这个消息是啊。那么，川普跟以色列呢，直接把这个德黑兰，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附近的4个警察哨所全部轰掉，轰爆了。为什么轰掉呢？因为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伊朗的人民啊，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呢，还没有出现川普所说的揭竿起义，走上街头？事实上，上礼拜是有走出来的。对。但问题是，当他走出来了以后呢，现在面临到一个情况，那么。伊朗利用中共的相关的这个天眼系统，就是那种自动辨识系统抓人啊，到处抓人。对，现在也几乎形同宵禁。你在外面呢，只要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跟安全部队的人啊，只要认为你有这个很可能有这个要抗议啦，然后你要这个反叛这个之心就把你抓走。目前知道的，之前不是在这个抗议的过程当中杀了6000多个人，我们质疑可能超过1万多个人嘛，对，但至少有800多个年轻人不是要去弄绞刑吗？对，那时候本来要绞刑的，那时候川普说，如果你给我绞刑，我就炸你。所以那时候800多个人暂缓，但是现在也不知道这800多个年轻人到底下场怎么样。可是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又抓了500多个人。所以现在伊朗用恐怖统治的方式，尤其在晚上的时候，用恐怖统治的方式，在这个整个伊朗呢，到处这样拦截那些而且他们怕被这个美国的跟以色列的无人机发现，所以他们现在还穿便服，晚上只有蒙着自己的脸，怕人家把那个电米做便服。你说会有像是这种人没有错，骑机车出来，对，结果他是以蒙面的方式，没错，在大街小巷我就开始那边穿梭。那么你不小心看到的话，你会以为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还不敢穿军服，也不敢穿警察制服然后抓人，到处抓人。他只要认为说你有这个抗议你有干嘛你有反政府的这个行为你有录影他们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跟西方世界勾结，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断网，我只要录影就是我勾结，他们不是断网了吗？对，现在伊朗所有的这个网络控制非常的严格那有人设法去取到。在伊朗的德黑兰附近，有人设法取到这个零星个别式的星链的这个装置他们现在开始抓，只要抓到星链，就比同背叛国家，直接抓走，东西全部没收，然后人立刻就抓走。所以他连星链你也不容许星链你在这个那个伊朗呢能够上网。对，那。这几天以色列跟美国呢轰炸了德黑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个地方就是由中国负责帮他们协助建立的伊朗在德黑兰的全国最重要的网络控制系统。讲难听一点，就是网军的大本营我不让你断网。对，然后呢，所以呢，全伊朗所有的网络控制都在这个地方。对，结果美国跟以色列就直接把它轰掉。我就准备把你炸掉，对，炸掉了以后，你就不能不管就算是断网，你也不能再控制他们了嘛，因为那个建筑物非常的大，他就直接把它给炸掉。对，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你一劳永逸整个给炸毁嘛。那除此之外呢，两边最近呢这几天还是一样的狂轰猛炸。为什么伊朗除了在炸别人之外呢？那么其实就在这个昨天晚上呢，以色列刚刚发布最新的声明他们轰炸了伊朗的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最高首长。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对，但显然他出动了大举的这个飞机，对不对直接大举的这个丢了很多的这个飞弹跟炸弹，就要炸死他们就对了。那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要形塑就是你这一批第二批的领导人，第一批不是死了49个人吗？对，那第二批的领导人，我还要把你给炸死。你们的领导人到现在不敢出来哈米尼的第二个不敢出来，然后呢，其他人我如果要把你炸死的话，我问你，有人敢去当第3批的领导人吗？也就是说，我要用这种那么这种威胁的方式呢，来禁迫你不过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嘛，所以他昨天第一次动用泥石飞弹，那泥石飞弹第一次出来。
这个飞弹果然造成了那个以色列其实铁穹系统呢也有发挥部分的功效，因为它有部分的这个铁穹系统的火箭弹呢打中了这个泥石飞弹。对，那么现在还不知道它发射了多少枚的泥石飞弹。不过因为呢跟之前的这个专家所评估的一样，伊朗因为它70%以上的飞弹发射器啊被炸掉，然后呢飞弹这个出入口也被封死。所以呢，它现在能够大概剩下能够发射的飞弹不多。那泥石它会一开始的时候会用那些比较劣质的、比较便宜的飞弹呢，短程飞弹先打。果然跟专家研判的一样嘛。那你看他打旁边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打沙特阿拉伯的，都是用这些飞弹嘛。对。那这次开始使用泥石飞弹，但你要知道，如果泥石飞弹像中共跟伊朗宣称的那么棒。它号称都没办法拦截，它号称杀伤力非常大，它的弹头700公斤到1公吨那么重，然后一颗飞弹就长达18公尺啊，然后它的这个飞行的时候呢，号称叫做跳舞飞弹，意思就是让你没办法捕捉，对啊，没办法捕捉的情况下就容易达到目标嘛，对啊，我问你，这个战争打了3个礼拜了，前2个礼拜你为什么不用？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用这个飞弹直接去端掉包括美国的军机啦、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真正的据点呐、然后还有以色列的这个纳坦雅夫住的地方办公室，你为什么不打？你那时候为什么不用这么棒、这么精准、难以拦截的飞弹，杀伤力又这么大？你直接打就好了嘛。原因跟一个事情有关系，因为这个飞弹太贵了。而且呢，它的这个数目量有限，对，它一颗飞弹好几亿呀、上亿呀。文仁姐，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伊朗这么乱？除了革命卫队跟政府军在那边斗之外，你可以看到现在大街小巷也陆陆续续，你的警察局轰完之后，对，接下来就是什么？人民真的又要开始来起义，来起义之后就出大事。那这么乱的原因很明显，因为你哈米尼死掉之后，你的儿子穆吉塔巴到现在都没有真的出现过，甚至川普已经调侃到他说什么？他的私人的这种事情，他都直接讲出来。他甚至还讲说他下落不明啊，他生死未卜等等。结果今天消息出来，这个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他竟然拿到一份伊朗革命卫队在开会议的秘密录音档，确认一件事情：穆吉塔巴还活着，他真的幸存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完这一份报告，听完这份声音之后，我们最毛骨悚然的事情是，美国也太狠了吧！他美国真的要杀人的时候，真的是把所有人都杀光光之外，一个都片甲不留的。是，我跟你讲哦，这个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伊朗好像有点群龙无首？因为被推举为是最高领袖这个穆吉塔巴，目前从来没有露过面啊。对，你怎么可能从来没有露过面的情况之下，你是生是死？难怪大家会心里想说，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是革命卫队这边好像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争效根本这个人搞不好都已经GG了。就是现在最新一个媒体报道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讯报，他拿到了这一个音档，是谁的音档啊？哈米尼办公室礼仪主任侯赛尼的那个音档，而且呢，他是当时候12日的时候啊，他说他在陈述2月28号那一天，他们遭到了什么样子的死亡攻击啊？他讲说什么？他说那一天事实上大家在楼上楼下准备要开会的时候，就是个穆吉塔巴。他呢，就是说，他有事去花园一下，他去花园一下，准备要回来，就没有想到，就在他去花园的时候，突然之间遭受到攻击，飞弹就来了。而且他讲得很清楚他说3枚飞弹直接冲向了哈米尼最高领袖的住所，那其他的飞弹咻咻咻，就导致你知道吗？包括他的那个穆吉塔巴，他的妹婿啊，他的妹婿叫卡尼啊，哇塞，一轰这儿，他的头劈成一半。在穆吉塔巴在那一次的狙击当中，就腿部都受伤，所以他只是去花园，就因为去花园要回来，他才可以躲过死劫。不然其实美国跟以色列是要把他们一整个家族都端掉的。好，那穆吉塔巴现在受伤之后人去哪里？现在竟然有一个报道啊，这个可信度也非常高，是什么呢？就是他被那一个伊朗的总统这个裴泽斯基安排跟普丁通电话。希望这个穆吉塔巴可以到莫斯科去接受相关的医疗的救治，结果后来普丁就同意了，所以呢，现在穆吉塔巴的人外传是在就是莫斯科对俄罗斯，而且是在普丁的私人的一个院所里面，然后有接受到专门的一个照护。好，那这个讯息出来是什么意思？就代表事实上，这个穆吉塔巴根本没有办法领导伊朗。那现在情况来了，
那刚讲的，伊朗现在是谁在顽强抵抗？谁在搞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嘛。那革命卫队你是举着谁的旗帜？你举着穆吉塔巴的旗帜啊。但穆吉塔巴根本就没有在伊朗啊，所以这个讯息为什么这时候出来？其实是不是就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你们的正规军跟革命卫队的冲突？对，就是是不是有人就故意讲说从头到尾革命卫队在弄假的？所以今天这件事情，连美军也知道这件事情。你看到哦，连 Rubio 他今天做一件事情，他说叫美国的盟友们现在干嘛？我们都知道革命卫队就是卖石油去赚钱的。我今天把你的金流断了之后，我看你还拿什么样来打？他说全部的盟友一起把革命卫队钱都给扣住，给冻住的。是我觉得这一招很厉害。好，现在他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要斩断你的营脉嘛。人家就说为什么你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一个无人机，是不是还是有中国其他的盟邦一直在偷偷把这个资源弄给你？那现在他就直接切断他的金源啊，他直接告诉什么？他就现在说，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哇，你如果把它列为恐怖组织，这个代表一个象征意义，全世界这个跟美国有邦交、有所有往来的金融体系，不可以跟这个革命卫队有资金的往来。对，如果你有资金的往来，你等同是在协助这个恐怖组织。哇，那是会被什么？包括我们之前知道吗？俄罗斯什么被清算啊，被踢出那个相关的一个金融组织里面。所以他这一招是等于讲断他的银根哎。那你要断他的银根，那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让你革命卫队慢慢就没有筹码了。你要买任何的枪炮，你要买任何的一些物资，你都是需要那个银子的。那你现在没有这个资源之后怎么办？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现在那一个卢比欧他做这件事是干嘛？你们这些人。我叫你们出了军舰来护航那些船，那边鬼推一大堆，有没有？好，那我现在就更下了一个诏，什么诏呢？全部的跟我有邦交国，这个外交上全部都传回去，不准跟这个革命卫队、恐怖组织有资金任何的往来。对。某一种程度也在测试自己的盟邦啊！你这些人不要在表面上阴凹的落实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联手施压。尽早把这个伊朗的战事给平息。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